月9号，一通本是例行的新华社通稿，却以删除的方式写下了中共建政76年来最刺眼的一行字：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的名字和中纪委2025年工作汇报以及中纪委20届5次全会的日期，同时从官方文本里彻底蒸发。连续2次政治局会议，李希和马兴瑞的席位被直接抹除，而不是留空。反腐刀把子的失踪却无人敢解释，这不是失误，而是铁证。现任政治局常委李希已经大概率地进入调查或留置程序，成为邓小平以来第一个在任上出事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当习近平一手提拔的陕西老乡忠诚标杆、反腐沙皇突然从权力顶端人间蒸发，当中纪委连明年的全会都不敢排期，当马兴瑞案扯出51名部级1000亿黑金直烧李希和彭丽媛家族，这场震荡究竟会止步于广东旧账，还是会炸穿习家军最后一道防火墙？2026年的中南海会不会迎来真正的巨震？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李希出事，实锤了。如果这句话放在过去，中共体制内很多人会觉得耸人听闻，因为自邓小平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局常委在任时出事。但今年12月8号，这场看似例行公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却把一切颠倒了过来。一整套多年固定不变的程序被突然掐断，该出现的人没有出现，该出场的机构集体消失。这种迹象叠加在一起，指向同一个人——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李希。先看这些年末政治局会议的一贯模式。按照中共20大以来形成的惯例，每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之前，都有一套标准流程。先由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听取中纪委多年反腐工作的情况汇报，并且研究确定明年1月召开中纪委全会的具体安排。这一点在2023年、2024年的新华社通稿里写得清清楚楚。2023年12月8号，人民日报的通稿说，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中纪委、国家监委2023年工作情况和20届中纪委第3次全体会议准备情况的汇报。到了2024年，几乎是原样复制，只是把年份换成2024年，把第3次全体会议换成了第4次全体会议，其余字眼几乎一模一样。换句话说，这套程式已经变成中共年末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年终总结反腐，布置来年的监察工作，并且提前把中纪委全会的时间敲定，对外释放相关信息。但是今年12月8号的政治局会议通稿却突然露相了。虽然通稿里照样讲了所谓分析研究2026年经济工作、从严治党之类的大话空话，却完全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中纪委年度工作汇报的内容，更没有一句话提到准备召开20届中纪委第5次全体会议，也没有公布明年中纪委全会的日期。这不是简单的文字删减，而是整个环节从政治生活中被硬生生地抹掉。按中共的政治逻辑，反腐、从严治党本来就是中纪委的主责，年末谈从严治党却不让中纪委出面，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异常。再把这个时间点往前推一点，今年11月28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李希就已经消失在画面之外，和他一同消失的还有曾经在广东和他长期搭档的政治局委员马兴瑞。更关键的是，会议现场没有给他们保留空座位。在中共惯例中，如果只是生病请假，一般会保留着空位置，以显示仍在位，只是未能出席。但这一次则是连座位都被撤掉，暗藏的含义不言而喻。政治局已经没有这2个人的位置了。从11月底到12月8号，李希连续缺席2次关键会议，再加上中纪委整个年度汇报和明年全会安排，从通稿里也蒸发了，因此很难再用巧合来解释。把这几条线索合在一起看，结论几乎是呼之欲出。作为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的李希，很大概率已经出问题了，
不是被要求回避，就是已经进入某种调查或双规的状态，所以无法再以中纪委一把手的身份出现在这些关键场合中。当然，从形式上也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已经病入膏肓，身体情况严重到根本无法出席会议，甚至难以履行职务。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有一点可以确定，李希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顶着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头衔照常出镜、照常主持会议的人了。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您的来源 IP， 也知道您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您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的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李希，1956年出生于甘肃两当县云平乡，而两当是习近平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和其他人1932年发动兵变的地方。李希曾经长期在甘肃任职，在1982年从甘肃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到1986年担任习仲勋的老部下及陕西老乡，时任甘肃省委书记李子奇的秘书。有报道说，李希常陪伴李子奇到北京、深圳探望习仲勋，因此和习近平相熟。2004年12月，李希从甘肃省委秘书长任上调任，担任陕西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2006年5月起，兼任延安市委书记，并在2007年秋召开的中共17大上成为候补中央委员。在习近平200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后，以及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多年里，习近平曾经插过队的延安延川县梁家河的村民2007、2008、2011和2014年4次写信给习近平，习近平每次都回信，表达对梁家河深厚的感情。有消息说，梁家河2007年写给习近平的信以及习近平的回信是由李希来转达的。2008年，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委托李希向梁家河转达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问候。也正是从这些细节开始，李希逐渐成为习近平的半个老乡，并在延安这条红色叙事链条上与习近平建立起直接的政治联系。这层地域和叙事上的天然亲近，使李希顺理成章地成为习家军陕西帮中最核心的成员之一。除了地域渊源，李希在几个关键省市的工作经历也巩固了他和习近平的信任基础。习近平接掌中共政权后，2014年，李希被调往辽宁省任职，先后担任省长、省委书记。当时，辽宁发生了贿选案，李希在辽宁任职期间，以强硬手腕配合中央处理了该案，并积极执行习近平的指令。这段经历充分展现了他对习近平的忠诚和执行力，为他获得更高的信任奠定了基础。2017年，李希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调任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委书记，成为封疆大吏。这段时间，他和时任省长马兴瑞搭档执政广东，
也许是在那时，两人就开始共同作案。恒大许家印1000亿腐败案，深圳国投42亿拨款给彭丽媛的妹夫徐兴建，新疆军工系统黑洞，现在看来，似乎全是这4年埋的雷。在中共20大上，李希的仕途达到顶峰，跻身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权力核心成员，并接任中纪委书记，成为习近平所谓的反腐运动的最高执行者，掌握党内的生杀大权，被视为习近平最信赖的反腐沙皇。李希在会议中一贯高调强调2个确立和2个维护，以此向外界宣示他对习近平的绝对忠诚。正是这种极高的政治地位和忠诚标签，使得他今日的失踪疑云，成为中共政治矩阵的风暴眼。如果说李希的仕途靠的是陕北渊源和习近平的个人信任，那么他真正走入国家级权力核心，则是在广东与马兴瑞共事的4年里完成的。2017年10月19大后，李希南下接任广东省委书记，成为华南第1大省的一把手。马兴瑞则从国防科工局副局长、工信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一路转到地方，担任广东省长，成为李希手下的行政一把手。2个背景完全不同的高层干部，一个党务系统出身，熟悉组织人事，一个长于军工科技，擅长抓具体工程和财政投资，在广东形成了一种高度捆绑的政治搭档关系。这种关系远不止于省委书记和省长之间的例行配合，而是一种深度参与、深度互信、深度绑定的政治命运共同体。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们2人的名字同时出现在风暴中心时，外界的观感已经不再是2个落单官员，而是一整条政治结盟开始松动的讯号，就像是军坛的苗华和何卫东。近期有关李希和马兴瑞的不利消息频频传出，尤其是在4中全会结束后，习家军重点地区陕西和新疆相继出现人事震荡。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突然落马，新疆自治区副主席陈伟俊官宣被抓。根据蒋网正的爆料，陈伟俊问题的主因源自他在温州和新疆任职期间的种种操作，而他进入新疆后，明确投向时任新疆书记马兴瑞，使案件的延伸方向不再局限于新疆地方，而是直指更高层的指挥链条。蒋网正在12月7号的最新爆料，更是把这条线索推向一个几乎无法掩盖的范围。他说，马兴瑞专案目前由中央纪委排名第1的副书记刘金国全权负责，李希及其家人也牵涉其中，更指有多达51名正副部级高官被纳入调查视野。蒋网正甚至形容，马兴瑞案已经扯动习近平的半壁江山。这些爆料的核心问题不在数字本身，而在于它指向的政治结构。2个曾经在广东共同主政4年的重量级官员，如今卷入同一条调查链条。蒋网正更进一步指出，马兴瑞主政新疆4年间涉及的建设项目和资金总量高达3.3万亿元，其中他本人涉嫌侵吞1000亿元，但这些利益并非独享，而是分给了李希和彭丽媛一方。与此同时，他还声称马兴瑞的妻子李希的妻子，以及江西南昌原市委副书记高世文的妻子，在香港整栋购楼，在海外整片收购加油站和土地。尽管这些说法有待官方或者是更多的渠道进一步证实，但他们呈现的方向性讯号却十分明确。马兴瑞的专案已经不再是单一个案，而是向外延伸、向上牵动、向核心逼近的一个系统性调查。也因此，蒋网正最后做出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判断：马兴瑞很可能会成为2026年中共祭出的首虎。而如果马兴瑞真的成为2026年中共祭出的首虎，那么他在广东最紧密的合作伙伴，如今又掌管中纪委的李希，是否还能独善其身，就不再是形式问题，而是另一条政治联盟的命运考题。过去1年，中共军方已经出现苗华、何卫东先后落马，彼此牵动的局面。如今在政坛，马兴瑞、李希这对在广东深度绑定的搭档，也隐约呈现出类似的双线震动。
军中有苗和哼哈二将先后倒下，政坛的这一组广东二人组是否会复制同样的走向，成了中南海当下最敏感的悬念之一。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